把獼猴桃放在鍋中蒸一蒸，原來作用這麼厲害，看完長知識了。說起獼猴桃，又叫奇異果，很多人都愛吃，它含有豐富的維生素、礦物質、膳食纖維和糖類等營養物質，尤其是維生素 C 的含量特別豐富，所以獼猴桃又被稱之為維生素 C。但是大多數的時候，我們購買獼猴桃都是比較硬的，因為獼猴桃多数都是生的時候就采摘下来了，一旦獼猴桃熟了，再采摘下來就不好運輸了，而且捏起來軟軟的，特別影響售賣，所以絕大部分獼猴桃都是後邊放熟才吃的。但是獼猴桃放熟的時間那麼長，那麼我們買回來獼猴桃該如何催熟呢？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幾個快速催熟獼猴桃的小方法，非常的簡单，特別的實用，最快的只要1天就可以吃到香甜可口、軟硬適中的獼猴桃了。下面我們一起來看看吧。第一種，大米催熟法，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方法了。比如說我們小時候看到老人們都這樣做，將獼猴桃放進大米裡邊，大米一定要把獼猴桃全部蓋住，這樣不管你買回來獼猴桃有多生，放3天就可以食用了。大米可以包裹住獼猴桃釋放出來的乙烯，從而加快其成熟的速度。而且獼猴桃吃完過後，大米淘洗乾淨了，也可以繼續煮飯吃。第二種，水果催熟法，我們把買回來的獼猴桃先放在一個食品袋中，這個食品袋一定是完整的，不要有破洞，不然會縮短催熟的時間。然後我們再準備一個已經完全成熟的蘋果，將蘋果和獼猴桃一塊裝在袋子中，用手將袋子裡面的空氣稍微排一下，然後將袋子系起来，這樣就可以給獼猴桃催熟了。因為成熟的蘋果可以釋放出大量的乙烯气體，而乙烯就是一種催熟劑，可以起到非常好的催熟作用。用這樣的方法催熟獼猴桃，一般只需要常溫下放置2到3天就可以吃了，吃起來酸甜可口，非常美味。第三，扎孔催熟法，這是一個非常簡單、特別實用的小方法。我們只需要準備一根牙籤，然後再将催熟的獼猴桃取出來，用牙籤在獼猴桃的表面上扎一些小洞，不要扎得太深，扎破表皮就可以了。在獼猴桃的表面扎上許多的小孔之後，這些小孔就屬於獼猴桃的傷口，這些傷口能夠快速地釋放植物生長素乙烯，釋放的同時也會幫助獼猴桃的果肉成熟，成熟的時間還是比較快的。扎上小孔之後，我們再用保鮮膜將其包裹起來，這樣更加乾淨衛生，而且還可以防止獼猴桃變質，不會受到外界的感染。用保鲜膜将獼猴桃包起来之後，我們再将它放進食品袋中，然後扎緊收口，放置2天就可以吃了。这種方法特別的簡單方便，但是我們一次不要催熟太多，如果太多，短時間內吃不完的話，會很浪費的。第4種，高溫催熟法，我們準備一口蒸鍋，在蒸鍋中放上適量的清水，將其燒開。水開之後，我們將蒸屉放入鍋中，然後放上獼猴桃，接着蓋上蓋子燜2分鐘左右。在這裡一定要注意一下，時間千萬不要太長，太長的話容易將獼猴桃直接蒸熟了，這樣吃起來就不好吃了，而且營養也會流失。1分鐘之後，我們關火將其取出晾涼。等到獼猴桃完全晾涼之後，將其放在一個食品袋中。将食品袋系起来，一定要扎得緊實一點哦，盡量將裡面的空氣排出來。將它放到陰涼通風的地方放置1天左右，獼猴桃就已經變軟了，可以吃了，吃起來非常的甜。這個方法也是最快速的，
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使用这個方法一次性不要蒸太多，因為經過蒸製後，果實會變得容易壞，如果2-3天內吃不完，可能就直接腐爛了。所以吃多少就蒸多少，避免浪費。好了，以上就是4種獼猴桃催熟的方法，每一種方法都是非常實用、非常快捷，只需要選擇自己喜歡的方式就可以了。你還有哪些獼猴桃催熟的方法嗎？有沒有比以上更好的方法呢？歡迎大家評論區一起交流探討一下。如果我的視頻對你有所幫助的話，就動動你發財的小手，給我點個讚，加個關注吧。我是盼盼，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